岛哦，坐船去广岛的宫岛。我们现在进入了广岛县的岩岛神社啊。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大鸟居，光这个大鸟居就令人来到这个宫岛，很令人呢觉得非常的不得了哦。第一次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岩岛神社拍摄下来如梦似幻的海上鸟居，就深深的被吸引了，就是这一个啊。所以到后来能够推展起来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岩岛神社的时候，市场上的团体还非常的少哦。能够亲眼目睹到岩岛神社海上鸟居随着潮起潮落屹立不摇，当时的我很年轻呢，感动着。宫岛又名岩岛，是日本濑户内海西南部的一个岛屿啊，建于海上的神社。它以大鸟居闻名于世的神岛，与宫城县的松岛、京都的天桥立并称为日本的三景啊。以海上的鸟居闻名的岩岛神社，还有它后方的弥山原始山林区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当你亲眼见识到梦幻的宫岛海上的鸟居，庄严的红颜色的岩岛神社，看着它盖在海水上，大红鸟居不再遥不可及。这整体的感觉，7层朱红色的这整个岩岛神社，就是令人觉得震撼莫名啊！亲眼踏上那种感动，那种感觉，日本的山景来到这里，自然你会有特别的感受，尤其是街道上的路，自然景观，这样子的氛围，这样子的感受，这样子的一种讲不出来的浪漫情怀。岩岛神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来这边一游的地方。在日本，你除了你可能到了奈良跟鹿自拍之外，其实宫岛的鹿儿也是温驯很多。传说中的海上鸟居就在这里。当你来到这边，也许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我在说的是什么。岩岛神社被列入了世界遗产，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壮观的朱红色的回廊，一座座气势磅礴的神殿。走进岩岛神社，你真正能够感受到它的庄严以及它的灵气。回廊的吊灯笼，因为据说是毛利氏进奉铸铁制成的灯笼而起，更增添了几分的古意。整座神社就像坐落在海上，非常的壮观。传说中的海上神社，整座海上神社在涨潮的时候，就犹如浮在水面上。这也就是海上神社以大鸟居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的风情。来到这边，你亲眼一看，或者是现在看到我们拍摄的画面，包括木殿前方的高舞台国宝跟拜殿国宝
都是国宝级的。原先的高舞台是由平清盛由大阪的四天王寺所遗嘱的，现在的高舞台也就是天文15年西元1546年所建造起来的，在神社内随意走走，随意感受世界遗产的庄严气氛。它的这一些舞台架高起来的舞台，是日本国内唯一浮在海上的舞台，日本5个重要的文化财之一。无论如何，你不管眼睛怎么飘，你都会飘到那一个海上的鸟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的摄影镜头总是不免忍不住的想要把镜头移了过去，去看看这一个鸟居。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它酿的酒，也可以看得到它留下非常多的这整个朱红色的回廊，值得你一游。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岛县的岩岛神社宫岛。宫岛有着朝夕变化的漂浮，与你可能看到完全没有水的大鸟居，也可以看得到在海上的大鸟居，也可以看得到岩岛神社。所以基本上呢，不错逛，不错吃的表参道、水族馆、公园、寺庙，这个点真的蛮值得一推的哦。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它啊。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哦。那只要它涨潮的时候，哇塞，真的是整个漂浮在水上哦。那这旁边呢是很多许愿的啊，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写下来，就绑在那个纸上面啊。比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许愿的许愿所还要来得好很多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岩岛神社啊。我们是秋季来的，所以呢，我们参拜完毕之后，我们往后面走啊，走去哪儿？走去几个地方啊，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来看红叶。这一次我们秋季之旅的枫红红叶，我们往后面走吧。宫岛的红叶谷公园，这一座在名山山脚下的公园，是沿着红叶谷川延伸的人造溪谷主体所规划而成。它也是西日本10大的赏枫特色景区一个啊。由于以前这个岩岛神社多次的遭受到自然的灾害的侵袭，在修复神社的时候，就把当时的溪谷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并且精心的规划，使得它与周遭的大自然融合为一体，成为可以欣赏到一年四季的花的公园。我们这一次来到的时间是在11月份的秋天，秋红季节，满山满谷超过200株左右的红叶，一起在这个红叶谷公园绽放与开放出来。秋天的广岛县红叶谷公园。秋季旅游总有一种极尽的美，哎呦，如果再加上旁边有人在画画，哇，那种感觉更棒哦。其实我很喜欢在景区看到有人作画哦。当然这个画呢不是说画人像哦，而是呢很静态的
不很商业的在画这些风景画，都会让我觉得呢特别的觉得呢感动啊！你看这些路，所以呢，谁说一定要到奈良才有路？我们现在周游在广岛县，看着满山满谷的红叶。出云大社是岛根最负盛名的神社，每一年约有600万的人前来这里参拜。由于女性为大多数，这里最有名的当然是求姻缘而来啦。
当然不只为了求姻缘而来，还有不少人是为了求人际关系跟工作上的结缘。日本农历的10月份又称为神无月，在这个月间，800神都不会在他们的属地到处拉拉蛇而是奉大国主之命聚集到哪边？聚集到出云大社，就男女姻缘等问题呢进行开会啦。这个点狗只有出云地方10月为神在月，并且在当地的农历的10月11、17日举行盛大的神在祭。日本全国有10万座的神社，供奉的对象非常的多，因为日本人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可以敬拜。所以呢，当日本10万座以上的神社，不管是奇石、树木、动物、传说或是历史人物，均会成为供奉的对象。神社内的圣域主要是本殿祭祀的神灵附体之物，供人供奉的拜殿以及其他相关等设施。日本在每一年的新年都会到神社参拜，向神灵捐献，祈求求签，希望在新的一年吉祥。除此之外，日本人当相亲、科起、五星、怀孕等等的重要时刻，日本人亦会到神社购买相应的守护符，以祈求平安。不同的节日，像夏季庆典，人们亦会到神社参加祭礼。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御神酒是神圣之酒，节庆活动时候，所有参加者都爱向这个神敬奉的酒喝掉。所以当日本的神社内底，你会使看到真侪规桶的酒。古早时阵认为人啉酒醉了的行为呢，拢是什么？安尼茫茫有无？醉醉的，全因为神灵附体所说的话，均是神的启示。另外，有人将日本的酒或收成农作物供奉在神的面前，吃掉供奉品之后，就能将神的力量吸收到体内。帮左手洗一下，左手再帮右手洗一下，你自己要分配这个水一勺就够了第3勺呢，放在手上，不用吞下去漱口而已那第4剩下一点水呢，站起来，它是不是留在你拿的这个棒上，对不对？因为你可能碰过了放回去。人们到了日本神社，必须在神社前拍手。可是怎么拍才是正确的呢？2礼2拍手1礼2礼2拍手1礼是基本的做法2礼是什么意思呢？鞠躬2次，2拍呢是拍手2次，后来呢1礼叫鞠躬1次。鞠躬时候弯腰要90度拍手时候呢，双手要伸直，手心对着手心，并将手展开跟肩同宽再拍手。哇塞，这么多规定呢！这样的拍手呢，通常是投入香火前之后再来进行天井当当当当当当当，神明听到钱的声音醒来了再拍手2拍手呢，之后呢再许愿代表对神的恭敬之意、感激之情这种做法源自于拍手贺风在节庆活动结束的时候，参加者会聚集在一起，呼着口号、节奏拍手，风就是就此结束的意思。这样了解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先拍手还是所以以后记得先投钱你不投钱，神明不会醒来，因为没有钱的声音了那出云神社、出云大社有看到吗包括前面的刚我们经过的松林前的鸟居据说是神明通行的步道。一般人呢来到了神社，你会看到鸟居前面如果有一条很大的通道，通常那个都是神明的步行道，一般的行人会从2侧来通行，不能从鸟曲中间来走第一次来出云大社的人呢，大多会对神社境内的兔子雕像感到了好奇。这里呢就有一段出云大社主神大国主命与白兔的神话故事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国主命帮受伤的白兔疗伤，白兔呢变成了大国主命与第一任妻子八上比卖的月老，而因为这个白兔，大国主才得以结缘。也因为这个故事，出云大社内有不少的兔子雕像，在鸟取还有座白兔神社，也和大国主与白兔有关系。拜殿里面呢，在走过的这边是拜殿是柏木结构这个拜殿呢，就也是刚刚看到我们看到很大的麻绳那个拜殿
13.5公尺，高度建于1959年。出云大社，日本全国最大的注连绳，就在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绳索很像麻绳一样，不是悬挂在拜殿处，而是悬挂在神乐殿之前。所以呢，拜殿走完毕之后，再来看神乐殿，再来看看在这个地方出云大社里面最多的兔子雕像，这也是神社内最大的不同。传统神社二鞠躬、二拍手、一鞠躬的方式参拜，出云神社则是二鞠躬，跟我刚刚讲的二拍手不一样哦，它要4拍手一鞠躬，因为这是求得良缘女孩要拜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了嘛，二鞠躬、二拍手、一鞠躬，来到了出云大社，你要多拍2次手多拍2次手，变4拍手。拜殿后面的本殿，然后包含了这里有巨大的木柱遗址，还有以前正殿的柱子，这些呢，相传古代的出云大社本殿的高96公尺，高耸入云，是最接近神的神社。发现了巨大的木柱遗址，更推加了这份有力的证据。这里是非常有名的出云大社，这里也是我们在参拜神社之后非常有名的兔子雕像。神社前总有两个柱子加上横梁而建成的建筑，永远都看不完的鸟居。从刚刚我们层面的岩岛神社一直到这边鸟居，据说是神连接神明居住的神域与人类居住的世俗的通道，代表了由此处开始便进入了神社的地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地方都会有在神社都会有鸟居的原因在这边。三重县的伊势神宫的神明鸟居最具历史，广岛县的岩岛神社的鸟居更耸立海中，京都县的福建道和大社当中有一道红色的鸟居隧道千本鸟居，当地人走过这个鸟居，听说都会心想事成。这3个最有名的鸟居，我们去了其中一个。在日本相对之下是属于比较静态的三阴三阳。这个蝉联日本第一庭院12年的竹里美术馆，来到这边，在岛根的旅游当中，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必定来参拜来看的一个地方秋天来的时候呢，当然它也会是红叶片片哦。我们现在来到了是蝉联12年日本第一庭院的竹里美术馆。竹里美术馆的美四季其实都不一样，这里经过人工的造诣都很美。那这个时间来不知道是否能够让你们看得到这一些美丽的红叶呢？但是基本上进来到这边，就让你看看秋季绝美的日本第一庭院竹里美术馆。这个地方完完全全在欣赏的日本庭园的艺术。竹里美术馆自2003年开始，连续12年的日本第一庭院，所以一般来讲，很多喜欢日本庭园造景的人就会来这个地方，尤其是在秋季来这个地方欣赏什么？欣赏日本庭院的干净，它的整齐，这些都要你亲自来看一趟，你才会有所感觉哦。这是非常美丽的日本庭院，日本的竹里美术馆。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欣赏美术馆的美。
日本的庭院其实充满了一种极尽之美哦，每一个人要看的感觉、看的感受哦，是截然不同的哦。贯彻到底的说了一个庭院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的理念呢，这里也就是竹立美术馆它所推崇的主要的参观理念呢。走访岛根的旅行呢，这个景点呢绝对不会漏上的竹立美术馆啊。这个创建于1980年代，创建人为竹立全康先生，美术馆的名字也就是依他的名字来创建起来的。竹立先生的家乡就位在美术馆的不远处。这行李家五行的行李郎啊，功成名就之后呢，回馈了故里，把毕生的收藏及对建筑的喜好，就创建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竹立美术馆了。这个美术馆彻底的实行了艺术的实体化，让原本呈现在画上的美景呢，都搬到眼前来。真的这么神奇吗？跟着我们看，你就晓得竹立美术馆。日本的庭院，我常觉得很见仁见智喽。因为呢，有的人觉得很静态，喜欢欣赏日本极尽之美的人呢，就会觉得哇，这种如画般的庭园景色，悠悠的呈现在眼前，静静的绽放，这种感觉被它的画面最美的景色给框住了哦。这也是竹立美术馆最迷人的地方。从它这样远景眺望过去，你会觉得这整个景色真是不得了哦。这里也就是创建人竹立全康先生他的画像他的雕像不是画像哦。所以呢，这里的景色，这里的美，真的难怪他会连续12年蝉联日本第一。它也是日本最迷人的地方，它整个完全可以说是代表日本庭院的杰作经典啊。即将进入了我们的食，就是吃饭啊。在日本的吃饭，我也总是觉得是很特别的啦啊。从中国的和菜式啊，到日本的 setdo 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日本这个人这个配啦啊，这个配啦来的呢，过了行细行菜、酱菜为米寿西鲁这个样就配啦。你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吗？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你的食量不会过大除非你是真的很会吃的人很会吃的人，不然现在呢，几乎没有人在暴饮暴食了做这两假做贼因为通常吃太多对你的身体也不会好到哪边去了
拜。